家里浴室下水道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，时间久了，里面的头发丝会逐渐积累，虽然有一层滤网，但仍然挡不住部分头发进入下水道。长期下来，这些头发会堆积在下水道中，导致堵塞。面对这样的困扰，我们其实不需要花费大价钱请人来疏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我的频道。准备1根筷子，3根普通的扎带。首先，我们将扎带剪出一些倒刺，并将3根扎带对半剪断，然后用筷子将它们固定在一起，用透明胶带牢牢粘住。请记住，一定要确保粘牢，以免扎带掉进下水道里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下效果如何。把筷子放入下水道掏一掏，转几圈，然后把它拉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下水道中的头发被清理出来了。如果下水道被污垢和油腻堵塞了，我们可以使用小苏打和白醋来解决。将小苏打倒进下水口，半袋的量就足够了。小苏打不仅可以去除油腻，还可以去除顽固污垢。接着倒入半瓶白醋，酸碱结合会起反应，从而分解污垢和油腻。静置半小时后，下水管道就不会再堵塞了。这个方法还可以去除异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。谢谢大家了。钢丝球与绳子的组合，还有一些常见物品，搭配起来也能成为清理头发的好帮手。比如钢丝球和绳子，这2个看似普通的东西，组合在一起却能发挥大作用。把家里不用的旧钢丝球拿出来，再找一根比较结实的绳子，将绳子穿过钢丝球的中间，然后把钢丝球塞进下水道口，注意要让绳子留在外面。最后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排水口的盖子上，把盖子盖紧。这样每次洗澡时掉落的头发就会被钢丝球拦截住，不会进入下水道深处造成堵塞。每隔几天把钢丝球拿出来清洗一下，或者直接更换一个新的钢丝球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堵塞原因分析。卫生间下水道的堵塞通常是由于长期积累的污垢、油脂、头发、纸张等杂物堵塞引起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其他常见原因，比如管道设计不合理、老化腐蚀、使用不当等，也可能导致下水道堵塞。在日常使用中，注意避免将大块杂物、油脂倾倒入下水道，可以有效减少堵塞的发生。硬物堵塞。在卫浴间里，如果有东西滑落，地漏盖没有盖好的话，容易导致坚硬的东西掉进下水道，造成下水道堵塞。一般可以用钩子直接勾出坚硬物，如果不行，可以用吸尘器尝试解决。下水道反胃的原因是什么？1. 下水道的连接处没有密封的很严实，下水道里面食物发酵的臭味就会从管道中飘进室内，所以下水道就会反胃。2. 地漏没有防臭的功能。想要下水道不反胃，一定要使用防臭地漏。防臭地漏是由它的上盖以及漂浮盖和地漏体等组成，而它的漂浮盖在有水的情况下，可以随着水在地漏体之内上下漂浮。如果无水或是水量很少的情况下，就会把下水道口给盖紧，这样能够隔绝下水道的异味，不会让它反胃。天气变热了，卫生间下水道地漏出现反胃，有臭味，这样就会影响到家里的空气质量。特别是在天气闷热的时候，下水道散发出来的气味还会比较重一些。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着急，我们拿一个保鲜袋过来，
在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用量大概是袋子的2/3，就差不多了。装好了之后，我们把袋口打个结，密封起来，防止袋子里面的水溢出来。接着我们把水袋放在滴漏的上面，用来堵住滴漏口。水是一种液体，当袋子里面的清水接触到滴漏上面的凹槽，就会堵塞住滴漏上面的缝隙，这样即使下水道里面的气味再臭，里面的气味也不会散发出来。像平时我们需要排水的时候，把袋子挪一下就可以了。排完水之后，再把水袋放回去，这样就可以阻挡管道里面的臭气散发出来。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。卫生间经常有臭味，一定要检查这5个地方。1. 滴漏。滴漏反臭是卫生间出现臭味最常见的原因。检查臭味是否来自滴漏，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将保鲜袋装满水，并将其密封，放置在滴漏上，让卫生间通风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如果臭味消失，则可以确定臭味来自滴漏。解决滴漏反臭，只需要更换一个带自动闭合口的滴漏就可以。这种滴漏有水流时，密封口会自动打开，无水流时自动闭合，既防臭，又可以防蚊虫。2. 马桶。马桶反臭，大概率是法兰圈出问题了。法兰圈是用高度可塑的橡胶泥制成，具有极强的包裹性，用来填充马桶排污口和下水管之间的缝隙，防止马桶产生臭味或者污水溢出排污管。如果你家里的马桶反臭，要及时找维修师傅上门换法兰圈，避免进一步导致污水渗出的情况。3. 排气扇。如果以上几个反臭点都排除了，那可能就是排气扇的问题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卫生间的排风管道与建筑的内部排风系统是连通的，排风扇上都会装置一个单向止逆阀，以防止气体反流。如果卫生间安装了排风扇，可以请专业人员上门检查。卫生间防臭也要注意通风防潮和日常清洁，保持环境干燥卫生整洁，或放置活性炭、香薰等吸附臭味的物品，使卫生间的使用环境更舒适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平时卫生间有异味，记得找到原因再处理哦。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妙招，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的小妙招不错，就给我点个赞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